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孟老师好，梁老师好，现场女嘉宾大家好，我叫熊磊，来自苏州，今年25岁，谢谢大家。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陪我一起报数。为什么报数呢？没有人报是吧？来看看看。从这个照片给我们传递出来的感觉，我不认为这个叫报数，这是爬树。对，这是爬树。就这样。那我其实想表达意思就是，我想跟我的另一半一起去感受大自然，去玩耍，比如说去爬树、去玩水。你要有了女朋友，你们俩是报一棵树还是各报各的呢？一起报一棵。我想说，这人类是很奇怪的，年幼的时候就爬树，青年的时候抱树，老了撞树啊，跟树纠缠的一生。我中年的时候，我也去爬树。心理学说，人要被治愈，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他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客体。如果你去大自然，你看到有一棵稳定的树，你抱着它，它也会有一种被疗愈的感受。有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叫劳沙尔博士，他有一本书就叫《拥抱疗法》，他确实有提到，就与另一个生命体的拥抱行为会导致我们催产素的短时间的快速上升。催产素是我们平静、安宁、祥和的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第二个诉求。我希望他不要对我的朋友过多的评头论足。1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前女友会对您的朋友评头论足过吗？有过，他会用一些表面的一些现象去否定我某一个朋友，然后去阻止我跟他交朋友。了解，谢谢。15号。大家好，我是夏文思，来自安徽芜湖，今年25岁，目前呢从事的是幼儿教育方面的工作。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如果说你的前任女友对你的朋友进行一些评头论足的话，是不是她在同时也对你表达一种不满呢？对呀。我就认为有这些可能，因为人是爱屋及乌的嘛。如果他真的很认可自己的对象的话，他也会尊重他的朋友，尊重他的家人。谢谢。好多人会觉得好像说我的朋友不好，就是说我不好。其实我觉得我们和朋友之间，它也是有边界的。就如果说我的另外一半说我的朋友哪个朋友他有些地方看不惯，我觉得我也会客观的评估一下，那这个朋友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特点。我觉得你可以对朋友有些评论，但是我觉得更糟糕的是，他不喜欢那个朋友而阻止你跟他的交往，我觉得这个就超越了一个更远的边界。好，看片子。我是熊磊，一个普通的25岁青年，大学学的是建筑工程，毕业后进入父亲的工程公司，上班时是一名普通的资料员，下班后我就切换成了一名歌手。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在街头上看到歌手们表演，就被这种演出形式给深深的吸引了，所以我就白天上课，晚上就去外面唱歌演出了。后来活动越来越多了，兴趣就变成了职业，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唱歌的场合多了，
歌曲就得应景，于是我的歌单也越来越丰富。从小朋友开始，孤勇者，然后一直到60、70岁喜欢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这样子的，都有，涵盖3代人的曲库量。前段时间我接了一个老年司的60大寿生日宴，我还帮他们放了disco的音乐，带他们一起跳舞开火车。虽然老爷子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心态非常年轻。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我认为既然你都出来聚会了，就不要做饭桌上的小透明。如何在饭桌中让别人记住你？我有3个技巧。第一，找到话题的突破口；第二，把话题引到自己擅长的领域；第三，拿出我的杀手锏，高歌一曲。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你是我的好朋友，嘿，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交友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交有用的朋友，他们得有一技之长，碰到什么事大家都能帮衬一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我车的后备箱里永远有2套装备，一套是音响，一套是桨板。我觉得桨板特别适合情侣约会，略带刺激的水上运动是表现男友力的好时机。山河湖海之中，还可以帮女朋友拍各种美美的照片。我曾经幻想过有个女生和我一起踩着桨板，望着夕阳，最美的景在眼前，最美的人在身边。你唱歌这么好听，要不要给我们来一个？我今天准备了一首。哎，好，太好了，来吧。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现，但是你孤单是个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层？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远。谢谢。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刚才导演跟我说，他自己来的时候说，我无论最后牵手或是没牵手，下去那首音乐歌是我找的，不用你们的歌。我认为就是因为我来这个舞台，我是很开心的，所以哪怕我没有牵手，我也要很开心的走。我跟你说，如果女生使坏的话，24个全灭了，我让你提前停。啊，不要，我跟你们开玩笑的啊。12号。男嘉宾您好，我是12号女生，我叫马蕊，来自青海，目前是在上海从事行政类的工作。我想请问你一下，你会介意另一半不会唱歌，或者是唱歌难听吗？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个不会，这个唱歌是我的专业，但是我不会用我的专业去要求我的另一半。这个刚才你说到这个，你2个装备，一个是音箱，一个是桨板。对，我来问一下，有玩过桨板的女生举手，我看一看。这儿有2个，来4号。大家好，我是4号女生江帆，我来自江苏苏州，老家是吉林延边。我目前的工作是开了一家网店，然后我做的是这个原创手工饰品。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我看到你非常喜欢玩桨板，然后我平常也很喜欢玩桨板，在这个玩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很有趣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玩桨板可以拍出很好看的一个照片，然后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贴近大自然。有划船的乐趣，也有就是感受水的乐趣，随这个河流随便飘荡那种感觉很自由。所以我觉得玩桨板的女生应该是很爱运动的女生，爱运动女生们肯定很阳光啊，所以她生活中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人。谢谢。
他夸我的话就有点笑场，因为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跟他是认识的。啊？就是我们是一个乐队的，然后我是里面的键盘手，他是歌手。哦，现在我的好奇心来了，你知不知道他来？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他在？我昨天知道的。昨天知道的。哦，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也有快1年了吧。在这1年当中，你们俩都分别是单身的状态，是吧？对。反正现在单着，你对他有好感吗？以前？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来，我给你一次报复的机会，你过去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非常的执着，非常的轴。你看人家回答的就比你有情商。好了，你们放心，这2个人从互相评价你就知道吧。来吧，互相伤害吧，对吧？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说了3个在宴会上脱颖而出的3个建议，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想要在宴会上脱颖而出啊，这样子的？朋友为什么是朋友？得先熟悉了才能成为朋友。你当一个小透明，就没有熟悉的这个空间了，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说都是老朋友的话，那有的时候生活比较忙碌，压力比较大，那一起聚会就简单聊聊天，然后喝点饮料什么的，累了就自己各玩各的也可以。谢谢。关于饭桌上的透明人，我们有人专门总结了，分好多种类型。我们看大屏，干饭人就是填饱肚子，四海为席，哇！你是哪一类？那我肯定是第4个，第4个。气氛组，你们女生们介绍一下自己。曲梦。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我首先呢，作为这个饭桌上的点菜王者，先把今天大家吃的饭菜点好之后呢，认真去干饭，变成第1类。吃饱了之后呢，我再去活跃饭桌上的气氛。你吃饱需要很久吗？还好，挺能吃的。2号。因为我是第4、5、6类，就是我又是气氛组，然后我又帮人点菜，然后我又到处敬酒。就是我就是跟那个男嘉宾一样，就是纠集就在外面很喜欢社交的那一类。然后我有个好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给桌上的人起外号。就比如说，我跟男嘉宾第1天吃饭，然后我就会说，哎，豹叔哥可以帮我开一下这个饮料瓶吗？就是，然后这样大家又很快记住你的特点，也会觉得哎我很有意思这样子。这个经常会有，我们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刚认识的人就会起一些小外号。来看下一条。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看下一条。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么普通一个人，竟然会遇到这么不普通的爱情。第1次的缘分降临在幼儿园门口，在妹妹放学时遇到了我的爱情。哎，玲哥哥，等一下，妹妹说你是97年的，我也是。真的，我也是97年的。她是妹妹的老师，她向我要了微信，二话没说我就加了。当天晚上就相约去喝奶茶，不知是因为奶茶还是因为她，那天晚上心脏一直跳得很快。不久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这段缘分只维持了1年就结束了。第2次缘分开始于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工作信息，一个4年没有联系的高中同学为我点赞，还和我私聊了。那天我们聊了很多，没想到我们做着相同的职业，相似的家庭背景，甚至家都靠得很近。那晚没有奶茶，我心脏狂跳了1夜。我相信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感情中，我不太擅长直白的表达，但是我很会用明确的暗示，让对方明白我的意思。我会对着他唱甜甜的歌曲，我会照着他的样子描述心仪的另一半的形象，我会毫不吝啬对他的赞美。每次见面，我都会夸赞他。好看吗？好看，这裙子很普通，但是你穿的很好看。那要不要买嘛？买。口红颜色是不是跟昨天不一样？是吗？你发现了？好看，这个是很好看，好看，好看。在感情中，我很乐意把我的另一半带给我的朋友认识，但有一点比较忌讳，希望他不要对我的朋友评头论足，这样会让我很不舒服。这次非诚勿扰之旅，我也希望遇见一段奇妙的缘分，他有着自由的灵魂，有着热爱的事情，我们共同去探索新奇的每一天。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看到说你在感情中会经常夸自己的另一半。首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因为能给对方信心嘛，然后也能促进感情的交流。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夸的小技巧、小妙招吗？就是一定要细心，因为女生她每天有的比较喜欢打扮，对吧？她可能今天画了一个眼影不一样，或者她今天买了一身新衣服，或者发型怎么做了，你都去发现她，然后去把这个夸出来。或者生活中她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她给朋友同事点了奶茶、咖啡，那这种也可以夸她。怎么这么细心，这么好啊？对身边的人这么好，这么温柔。你好会啊，真的，因为很多男生他喜欢一头雾水就直接夸，但是你会抓住那个细节，就会让女生觉得你好关心他，好在乎他，好喜欢他这种感觉，所以感觉很棒，谢谢。你看你对他也是夸了，你好会呀！当你说完好会呀，3盏灯灭了。紧跟着第4盏。20号。男嘉宾你好，那你可以不重样的夸我们女生吗？就应该是左边第2个。2号。来2号。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有同样的一种社交想法理念，所以我觉得你生活中应该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因为外向嘛，你肯定会说话，你情商估计很高。我觉得我们两个会在这个朋友的场合里会如鱼得水。以后有空我很想跟你一起去 KTV， 感觉有我们俩的场子肯定会很热。哦，不用去 KTV， 我可以带你去吃饭，然后因为我有音响嘛，会不会好，行了，他灯都灭了，你看吧，拉都拉不准，拉完了，你看，这孩子单纯，看到没有？你这样，宝宝，你再来一个，你再挑一个，夸一下。你是来相亲的，你说的话对你相亲有好处没好处，你自己动动脑筋。你想挑谁？金阳阳。金阳阳又是灭了灯的。你确定要夸金阳阳是吧？不，那不夸了。哦。4号。就我想知道，如果说你跟你的女朋友吵架了之后，你会对她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吵架之后态度，如果说是女生的问题，就尽量说成是我的问题，不让女生难堪嘛。如果说是我的问题，那我就道歉嘛。就是你这个态度不是很明确，就是你们吵完之后，即刻之下你会怎么做？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话，那简单冷静一下就可以认个错，道个歉，这样子。最后一个问题，6号。你好，男嘉宾，我是刘可涵，今年25岁，来自义乌，目前在义乌从事会计方面的工作。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我在 VCR 里面看到你再次强调了你不希望你的女朋友就评头论足你的朋友，那在你心里，你觉得是朋友比较重要，还是女朋友比较重要呢？送命题来了。
那我认为最后一个问题真是刀光剑影。没有说非要割舍哪一个，因为世上没有这样的问题，不会有我的朋友跟我说我不喜欢你的女朋友，你一定要跟她分手，这样你才能跟我做朋友。我的女朋友也不会说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他们可以一起相处，我们可以一起玩耍。哎，你先别说话，你先别说话。来看一下心动女生是哪一位？为什么选心动是他？其实没考虑那么多，就想选朋友吧。选朋友啊。他特别像一个小学的男生，就是很喜欢一个女生就去揪她头发，然后以此来验证你对我的包容度到底能不能容忍我的某种伤害。可以再补充一个当时的语境，是这个男生有一个非常直率的表达说完全没有，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明确的一种在魅力意义上的否定。这个语言是带有杀伤力的。如果是一个跟你没有那么熟的女生，这一句话像箭一样是扎过去的。正常情况下是一个防御机制，它会向你射出一支箭，但在他那儿完全没有，他迅速没有时间反应的情况下吸纳接收，然后给了你一个中性偏肯定性的评价，说这个人挺轴的，很执着。你要想一想是什么力量在他心里迅速化解了这种语言上的伤害。对，我想问你，你对他的好感来源于什么地方？他的那个状态就挺吸引人的。包括我比较喜欢唱歌好听的男孩子。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就是这些好感度是有的，但是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好，来，你的音乐可以响起来了。因为我想展现自己热情的一面，这样我觉得大家会喜欢。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舞台上好像显得有些幼稚，应该再表现得沉稳一点。原则上，我觉得朋友跟另一半他的关系是不冲突的，但是我也会听取女嘉宾跟老师的建议，我也会在边界感上处理得更好。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叫高震，来自河北石家庄，今年35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我希望他能没事陪我小酌几杯。台上爱喝一点的女生举手看一看呢？你看一半一半，将近一半哈。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小酌几杯是喝什么酒呀？对呀。喝白酒、红酒、啤酒、黄酒都可以。那喝的时候都是混着来喝吗？混酒容易晕呢。
不看女嘉宾喜欢喝什么，然后我就喝什么。反正他都行。哦，好的，谢谢。5号。大家好，我是5号女生陈菲菲，我来自江苏南京，今年33岁。我是一位独立甜品设计师，自己经营自己的甜品工作室。男嘉宾你好，我喜欢喝点鸡尾酒。我觉得大多数女生应该也会喜欢这样甜甜的、酸酸的各种风味的酒。你喜欢吗？我很喜欢，而且我也会调，有空可以调给你喝。可以，谢谢。第2个诉求。我不希望他让我一个人吃饭，因为这个孤独的等级，比方说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看医生，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但是我感觉吃饭是甜蜜的一件事情，都应该2个人去开开心心的聊聊天，感受一下这个生活的美好，所以我有点接受不了一个人吃饭。你有没有发现，他这2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他接受不了一个人吃饭，其实就是希望另一半陪他喝点酒。我就想问你，一个人吃饭吃了多久了？快1年了吧，半年多了。哎，可是我觉得这个要求还蛮高的，就是1日3餐都要有人陪伴。不用说1日3餐，可能是晚餐，也可能是午餐，只要是周末的时候也可以。闲下来的时候，2个人有这种氛围，有这种时间段就行。这个呢，每个人不太一样。我跟他有类似的地方，又不完全一样。我对于什么一个人看病，我连一个人开刀都没事儿，但是我不太能接受一个人喝酒。说我一个人点2个菜，我自己弄一瓶酒，嘣，这个我弄不了。来13号。男嘉宾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跟你是异地的情况，那我们2个人吃饭是要怎么办？视频着吃呗。我肯定不会对你一句“我想跟你一块儿吃饭”去无动于衷。你会过来找我是吗？对。好，来看片子。一步一个脚印，抓准时机，机会就在眼前。我是高震，今年35岁，一个懂得生活的创业人，现在是一家传媒公司的总经理，事业稳定。曾经的我把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但一次严重的事故让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意识到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好好生活，感受生活的美好也很重要。我爱用各种方式记录生活。旅途中，我用写诗抒发情感，欣赏福建云南的秀丽风景，领略橘子洲头的万江红遍，感受北戴河的大浪淘沙。生活里，我用画笔留存记忆，玫瑰、小狗，还有我的桃子。我也会用相机去定格美好瞬间。这是我和山区孩子们的合照，我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抽出来，额外的去资助他们。周末我会接上孩子们，带他们去看看博物馆，逛逛大学校园，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现在工作也稳定起来了，走上正轨了，有更多的能力和精力，想为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孩子们撑着一把伞，陪着他们一起往人生的道路上前进。这些年我都是独自生活，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不怕孤独的人，可以一个人看电影、旅游，但唯独不能接受一个人吃饭。如果没人和自己吃饭，那宁愿不吃。希望未来的1日3餐都能有你的陪伴，我们有说有笑，享受相处的时光，一起感受最美好的人间烟火气。你上哪儿去都会写点诗吗？就像古代有一种叫羁旅诗，然后因为一些诗人去那儿写过一些诗词，让整个的风景都会驰名中外。比方说江西的滕王阁，在他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这你写的？这个是去昆明的时候写的，当时是单身，然后就想着，无论是我是河北，还是现在在昆明，无论
他在哪儿，无论他多大年纪，就像小凤仙和蔡锷似的，都能走到一起。但是没想到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了，比较孤单，还是渴望找到自己心里边的那个人。你把自己幻化成蔡锷将军，你想碰到一个小凤仙？没有，只是他们的感情比较让人去追溯。女嘉宾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是因为某一篇文章、某一首诗去什么地方？18号。就是那个南京的夫子庙秦淮河嘛。哦。之前上学的时候也背过古诗《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嘛，就是十里秦淮金陵一梦嘛，就是吹一吹金陵的晚风。15号。我要推荐的是安徽黄山。因为呢，是在我10几岁的时候，我父母来到了江苏江阴做生意，然后江阴呢，它就有一个雕塑是徐霞客，然后我看了他的简介，了解到他是一个旅行家，包括他写出“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然后引申出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后来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去登黄山，果然名不虚传。因为一个地名，它只要进入了文学作品，然后再用时间的淬炼，它就不再是一个地名了，它就是一个符号。它本身就蕴含着非常丰蕴的民族的共同记忆。所以旅游的时候，其实景只是个触发机制，关键是情绪的激荡。但这些情绪的激荡，其实是这800年的时间，历史上的名人共同带给你的。你像武汉黄鹤楼的那楼，也就是近几十年建的，也都是简单的木头。但是这个激荡不是在于木头，激荡是在于这里发生过的人和事儿，所以它是民族记忆的凝结。哎，你还会画画？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画。哦，这是狍子。对，这是狍子，东北的特产。这个狍子养了3、4个月，刚入冬的时候把它给带回家的。刚好家里边有一个笼子，就把它关着。但是这种动物它不能圈养，它只能让它跑着，想着刚开春，然后就给它腾出一块地儿来，结果自己走了。他这个表情就回过头来说：“我晚上回家没有人陪我吃饭。”你看那个表情，完全是落寞的、孤独的。我发现男生跟这个动物相处的时候，这种笔触，还有包括前面他这种观察，能折射出他的这种细腻的程度，还有他共情的能力。我觉得这也是在未来情感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加分项。21号。男嘉宾你好，你有没有想要过帮助一些特殊儿童？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还有包括前面他这种观察，能折射出他的这种细腻的程度，还有他共情的能力。我觉得这也是在未来情感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加分项。21号。男嘉宾你好，你有没有想要过帮助一些特殊儿童？我是一名特殊教育教师，然后因为我们学生他有一些身体残疾，有些不能来上学，然后有些也很严重的攻击行为，也不能来上学，所以我们每周都会有那种送教上门的活动。然后我想让大家更多的关注特殊教育行业，然后更多的关注特殊儿童。谢谢。我听完你这句话，我必须得向您鞠个躬。我个人认为，自己能量甭管大还是小，就是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通过自己就是能感染一些人，能帮助一些人最好。因为我不是每天都陪着他们，而您是把您的时间都奉献给他们了。我平时会带他们来博物馆看一看，去青少年宫，去图书馆。授之以渔，我认为真的不如授之以渔。
好，看下一条。心动了就该主动出击。多年前和初恋的第一次见面，第一眼就是心动的感觉，主动要了联系方式，但恋爱后没多久，他去了遥远的内蒙古，我们不得不选择分开。本来以为再不会有任何交集，4年后我们再一次见面，还是熟悉的心动的感觉，我再次主动出击。那个，我还是很喜欢你。既然你钟情于玫瑰，你向往爱情，你就要勇敢地吐露真诚。你心动了，你还顾得上别的吗？直接的表白，让我们重新走到一起。我们的感情很融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我还会时不时地给他制造浪漫和惊喜。当时的恋爱让我们觉得世界里只有彼此，但甜蜜逐渐消散。我跟他说过，我会影响工作，工作和爱情不能融在一起。如果不好好工作的话，就很难给他有以后的保障，给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只能说是在不合适的年纪遇上了他。很久我没有恋爱，直到2年前在工作中遇到了他。他有过一段婚姻，曾经在感情中受到了伤害。我尽可能多的给他满满的安全感，每周给他买不同的花束，希望他开心。当我以为我们的感情可以顺利发展的时候，一个平常不过的夜晚，我们分手吧，我还是忘不了他。就这样毫无征兆，我们分手了。难受的让你赶紧休息吧，不要让这个大脑再活动了。你也不知道你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还想着前任？因为你谁都有这种遇到过这种时候，那就不要去想他了呗。希望未来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陪伴。希望未来的你有趣活泼，带点小话痨。休息的时候，我们能一起小酌几杯，让我用画笔记录下你最美的样子。13号，男嘉宾你好，我在 VCR 里看到你对初恋是第一次就直接就很喜欢，然后直球表白了。那你在生活中是这种比较容易心动上头的性格吗？会不会经常遇到自己的 crush 呀？我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你那个词儿。crush 就是第一眼就很心动，觉得对方是你的菜，就那种一眼定情的人。我比较相信一见钟情，但是我还是比较慎重的。就是你看到他第一眼，不光是他的外表，还有他的言谈举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眉宇之间透露的那种魅力，完全把你吸引进去，这才叫一见钟情。22号。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我是朱婷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异地，就是您还会接受这个异地的关系吗？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天涯朝暮皆缘分，甭管他在哪儿，只要是我的女孩，我都不在意。好，谢谢。你那个前女友那个粘人粘到你都无法工作了。当时我也就22、23岁，他也才20岁，那会儿正是比较上头的时候，我就是很黏，就想在一块儿，就想在一块儿待着。有多少女生认为自己属于恋爱脑的？举手看一看。有一半。来对照一下看。看他第一面，孩子名字都想好了。字条也太搞笑了吧！他一说我养你啊，我连辞职报告怎么写都已经写好了。3号，你是到什么程度？我个人的话可能会2和3，有时候会有。然后我其实如果是在异地恋的过程中，我可能中途看到一个天，我说这个天好好看，我要拍照发给他。吃个饭，我说这个好好吃，拍照发给他。会分享一些小细节。所以有这些小细节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期待回应。然后在3的话，就是很多决定它会涉及到双方的一个情感关系，就也会比较考虑他的感受。19号，我是19号女生畅书月，来自河南洛阳，目前在郑州从事设计助理方面的工作。
我是第3条特别严重，就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会特别考虑我男朋友的想法。就是我不光考虑他的想法，我还会考虑他在他兄弟面前的形象。听上去你男朋友当时应该很幸福，希望他也同样对待你，那就完美了。我觉得就是爱情，如果像2、3条那样的，你期待，你等待，然后你小鹿乱撞，这就是其实是爱情的模样。所以有过这样的体验，我觉得是美好的。但至于4和5来说，我觉得那个只是因为你工作太无聊，或者觉得付出很多赚的很少，你只是找一个地方逃避一下而已。我觉得不要打着恋爱的这个幌子，说我是个恋爱脑，我爱情至上，我才可以不去工作，不去用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就别拿爱情说事儿了。最后一个问题，5号。你好，男嘉宾。你好。那么随着阅历的增长，人格的成熟，你觉得自己在恋爱方面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肯定会有，但是如果让我详细的阐述我怎么跟她去相处，我得知道这个女孩是什么性格，我才能说出来。你爱吃甜品吗？我不挑食。他是个甜品师。哦。现在留灯的是4号、5号、22号，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哇哦！有请5号、22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看大屏。10号。哇。来看一下直推是男嘉宾的直推女生是14号梅瑞莹。男生自律自强，目标性强，有大爱，感性浪漫，感情中是带领者，需要旗鼓相当、秀外慧中的女生与之共舞。女生性格随和温暖，对待感情很谨慎，在意对方的关注度和诚意度。男生的感性浪漫、仪式感满满，能够给女生带来很不同的体验，是互补又有爱的一对，供2位参考。女嘉宾的资料看一下，朱婷婷1比较敏感、幸运、理性且感性，你选一个。1。我爱笑，爱乱想，容易感动，容易满足。我不优秀，但善良，认定的东西就会守候。我不喜欢彼此算计，因为我懒，所以喜欢简简单单的关系。张敬义8小时后的我必不可少，边走边拍。必不可少。有一只陪伴了自己5年的狗狗，遇到它时还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流浪小可怜，希望另一半也能真心的喜欢小动物，喜欢这位家庭成员。梅瑞莹开心果神经大条，优柔寡断。神经大条。和朋友相处比较有钝感力，但是在情感里比较敏感。陈菲菲漫步地球，恋爱人格，期待的未来。期待的未来。人生就像一个游乐场，期待有一位势均力敌的旅伴，珍惜彼此，一起玩得尽兴。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最想收到的一件礼物是什么？来，我觉得用心的礼物我都可以接受，没有具体的一个东西。
10号。我觉得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吧。14号。我想收到对方每10年之后给我写的一封信。我想收到的也是用心的礼物，不在于具体的内容。来，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感觉他们都很优秀，但是只能选一个。不是，不是，我不选了，不选了。什么？我感觉他们很优秀，但是我没有自信能把他们照顾好。从这儿牵手只是开始你们相处，但是如果说你说你不签，那你必须给我们一个理由。其实有一个女孩我很喜欢，她之前节目上说过喜欢看星星，但是我没看到她。谁啊？上一集。那你刚才在聊天这么长时间，你干嘛不提这茬的？我不知道她是几号。内蒙的，她说她喜欢看星星。是谁呢？贾小丹。她在你来之前就走了。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你喜欢是那样的一个类型？对，我喜欢她，就是一直跟我有一样的爱好。我特别喜欢看星星，你喜欢看星星吗？她说完这句话，就是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那你现在没法做出选择的原因是，其实现在舞台上没有那一类人的。对。那我觉得孟老师就是虽然他让我们很意外，但是他现在的表达也充分的说明了他的想法，就是说他想要那样的，但这4个里面不是他想要的那个样子。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他的这种拒绝？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男人一旦 crush 了，理性丧失会到什么程度，就是很鲜活的一个样本。好，再见。在这里，首先先给咱们台上的4位女嘉宾说一声对不起，我是真诚的抱着相亲的态度来的。对于2个为我留灯的女孩，我没有牵手，是因为虽然我们有互动，但是她们不是我怦然心动的感觉。如果我贸然牵她们的手，这是对我不负责任，更是对她们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于我的心动女孩，刚开始选她为心动女孩，是因为我看她第一眼确实有那种有眼缘，但是全程她没有为我留灯，也没有主动向我提问问题。我认为她对我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再去选择她。我一直是一个在感情中相信怦然心动、一见钟情的人。刚刚好在上台前，我看以前的视频看到了贾小丹，最后在台上的时候，我发现贾小丹她没有在现场，所以还是感觉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我叫秦江丹，今年28岁，来自浙江丽水，现在在北京工作。来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我希望对方能够带我一起吃辣。吃辣？你是哪里人来着？我是浙江丽水人。啊，浙江。你们那个地方倒不是一个吃辣很厉害的地方。你喜欢吃辣？我其实是属于就是浙江的人，然后是南方人。但是我确实也挺爱吃辣，属于那种就是又菜又爱吃的类型。哦，但是需要人带着。对，是的。能吃辣的女生举手看看。我的个天哪！只有14号、19号、23号，只有个别几个人不行，其他都能。我的个天哪！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你大概是属于哪个级别？我目前的那个功力大概是属于这个微辣，就是微辣战士吧，算是。微辣战士。来，我来问一下台上女生，属于第2个微辣的举手，觉得自己。有这么4个哦，觉得自己是中辣的，4、5个人，觉得自己属于重辣的，你注意看，哎呦天哪，这么多吗？7、8个。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变态辣的？我觉得4号今天是个战神，你发现没有？啥事儿都有他。你能到这个程度吗？对，我到这个程度特别喜欢。就是变态辣，你吃完之后感觉整个世界都通透了，整个世界都通透了。谁也挡不住，我要起飞了。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想对方带你一起吃辣，是说他能陪着你一起吃辣就好，还是你想要他跟你一起就是过渡到中辣、重辣，然后变态辣这样子？对，我是希望我们2个可以，当然如果说他是属于重辣或者是这个程度的话，能够不介意让我慢慢的去成长一下，去向更高的这个程度去进军一下。谢谢。10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来自浙江的，然后我是宁波人，在杭州工作的嘛，然后我生活的地方全部都是不吃辣的，然后我比你好一点，我能吃到中辣。然后我平时在家里面爱做饭嘛，然后只要是做饭，我就会做辣的菜，所以我可以带你一起吃辣，我可以带你一起吃辣。好棒，谢谢谢谢。第2个诉求。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脑洞比较大。说具体点。就是我脑子有时候会经常的迸发出一些很奇怪的想法。举个例子吧，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突然想，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山洞里面，然后什么都没有，那我应该如何求生下去？然后可能会跟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去探讨这个问题。寒冷的山洞里边什么都没有。对，是的。你想在这儿坚持多长时间呢？就是活下去，就是活下去。别的我不知道，大概率你女朋友应该活得比你稍微长一点。因为我看过这方面，就是在极端的困境当中，女性对于饥饿、寒冷、疼痛等等的耐受力远远大于男性。2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23号，我叫张佳妮，然后呢，我来自河南郑州，现在跟我朋友开了一间小的服装工作室。然后我看到你说你脑洞大，我想问一下，你是只有这些无厘头的这些小事，还是说会带入到感情里面？就比如说没有回你消息，你也会脑洞比较大？这倒不会，就是如果女朋友8个小时没有回你信息，你会联想出哪些事儿？我觉得，哎呀，有没有可能冻死在山洞里边？13号。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您会希望您自己的另一半是跟您一样脑洞比较大，能接住您的梗的人，还是希望他是一个那种比较平和稳定的那种？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就是他只要不嫌弃我突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想法，我觉得就可以。挺好的。好的，来看片子。试管、收杯、显微镜、一叶枪，他们伴我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我叫秦江丹，硕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现在在一家食品企业负责品牌推广。从前只需要和实验室打交道，现在要开始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对我来说，这是从零开始的全新挑战，积极请教，定期复盘，常常独自钻研到深夜。如今面对客户，我总能应对自如。但曾经我也时常不敢开口，总怕说错话冒犯到别人。为了弥补自己的短板，我买了很多关于说话之道的书，没想到还真的挺受用的。比如好的沟通，我自己觉得是需要通过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果。换位思考这个词呢，经常出现在这些书当中。这个词看似简单，但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对方，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换位思考。工作渐渐步入正轨，因为时常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我们上次订的场地好像出了点问题。我养成了凡事多想一步的习惯。我还预定了一个场地，放心吧，有我兜底呢。遇事不用慌，我有 Plan B。健身也是我5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1周6练。我很感谢自己能够坚持下来，从体弱多病、总喜欢把自己裹起来的小瘦子，变得现在的健康和自信。作为北漂青年，我们有特别的社交圈子群聊，大家来自全国各地，也有不同的社交风格。有热衷于欢迎新人的自来熟小 A， 嗨，有日日活跃不停输出的话唠小 B， 还有通常在潜水但语出惊人让人印象深刻的小 C。 群里的氛围啊总是热闹无比，但是到了线下聚会，大家却又换了一副面孔，个个都拘谨放不开。为了不让气氛掉在地上，我要把热闹贯彻到底。得空时呢，我也喜欢研究一些美食，希望能为未来的你做更多不一样的美味，共同品味属于我们的酸甜苦辣。我想问问，现在这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的用一些社交软件，你们在各式各样的社交软件上，你们的那个人设是跟你平常是一致的，还是区别很大？15号。区别很大哦，因为我在线上的话，就是不会和别人聊天，会保持一个很高冷的形象。但是我更擅长的是面对面之间的交流，这让我会很兴奋，而且我会有聊不完的话题。包括在感情当中遇到一些双方不满意啊，或者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很害怕男嘉宾逃避。不知道男嘉宾你是不是一个面对事情会喜欢逃避的人呢？我觉得面对事情的时候，就像，无论在工作当中还在生活当中，他总要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去逃避的话，可能累积的越来越多，会最后导致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吧。好的。16号。男嘉宾你好，我是16号女生张梦诗，来自于广东广州，今年28岁，是一名设计师。就是我看到你有玩群聊这种，我也有玩群聊。就朋友们对我的印象呢，是他们觉得我外表比较酷，但是实际上相处起来会比较可爱的。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在群聊里面，你是更喜欢跟一群朋友一起呢，还是更加喜欢跟女朋友一起？如果我有对象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是更愿意去跟我的女朋友一起去玩在一起，然后聊在一起。没有女朋友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去找到一些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们，一起去玩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跟你选修的专业非常的像，所以你说的那些一叶枪啊，然后实验室我也很熟悉。我刚刚听你分享到说，就是跟客户交流的这些技巧，最近有个特别流行的，就是
练心眼子的小题目。比如说，你刚入职一家新的公司，你的领导跟你说，小朱啊，你刚来我们这个公司的招财树就死了，你会怎么回答？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回答哈，可能这个时候领导您的这个财气要更旺一点，这个时候我会给您再买一个更大的，或者是您再备一个更大的。这个小的可能已经沉不住您的财气了。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是，因为我来了，它的作用就没有了，以后我就是这家公司的招财树。刚才你说的有个词儿兜底，是不是这个词儿对女生来说还挺重要的？我觉得对，兜底其实换过来其实也是一种安全感吧。无论对女生来说还是对男生来说，其实都挺重要的，尤其是女生。你们碰到过前男友跟你们说过我来兜底这样的话吗？13号。之前我是看到网上有帖子这样说，就是说人都是要寻找一个能完全不否定你的场合，我觉得这也算一种兜底。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男朋友，你要有一个场合或者有一类人是你能确定完全不会否认你的，来给你的情绪兜底，我觉得这也算一种兜底。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感觉我在平时的角色跟你有一点点像，因为我也是偏向会兜底的那一种。就算我可能提前没有准备，但是一个意外突然发生的时候，我是属于去想各种解决办法，然后解决问题的那一种。如果在恋爱关系中觉得情感上很靠谱、很有安全感，那么我可能就会相对来讲放松一点，可能会多一点依赖，或者说我愿意我们彼此互相兜底、互相依赖。不知道你对这样子的关系怎么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就算我可能提前没有准备，但是一个意外突然发生的时候，我是属于去想各种解决办法，然后解决问题的那一种。如果在恋爱关系中觉得情感上很靠谱、很有安全感，那么我可能就会相对来讲放松一点，可能会多一点依赖，或者说我愿意我们彼此互相兜底、互相依赖。不知道你对这样子的关系怎么看？我觉得相互兜底或者相互依赖这件事情，我特别认同，真的。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在情感当中也会去在有脆弱的时候，如果说有个人给我兜底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的安全感，平时的安全感会增加非常多。我特别认同你说的，特别认同你说。我也挺赞同刚才3号说的这个。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爱情最好的样子是什么呢？是8个字：彼此欣赏，相互需要。这个相互需要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个所谓的兜底和依靠，这就是需要，彼此都需要对方。看下一条。我的初恋发生在青葱校园，是一段纯粹而又美好的爱情。因为一张照片，我们结缘。记得当时我们还没确定关系，有一次我生病住院，睁开眼就看到他坐在我身边。那其实我特别惊讶，因为我没有跟他说过这件事儿。那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会在有空的时候就来教室远远的看我一眼。那么这2次我不在教室，所以他去问了我同学。那我同学告诉他我住院了，于是他就来医院找我，但他又不知道我住哪儿，所以一层一层的去来找我。那最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吧，可能才在病床中找到我。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感动，觉得他真的很在意我。其实我对他一直是有好感的，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再去畏怯什么，所以我主动跟他表了白。5年里我们很少闹矛盾，一起体验了很多新奇的事情，但因为毕业发展规划不同，我们异国了1年后还是分开了。上一段恋爱因为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经常见面，一有空我会计划很多约会，给他准备惊喜小礼物，只要是我能想到的都会去做。他说过的我也会默默记下来，他也会事无巨细的关心，提醒我生病时的忌口，
帮我梳理出差的物品清单。但贴心关怀的同时，他在情感上对我的要求也变高了。我努力学着做得更好，但他总觉得还不够，提过好几次分手。每次我都会更努力去改变，但还是达不到他所期待的高度。可能他心里有自己的标准吧，他会希望我做到一些他没有说过的，但是我可能想的不够周到。当然我也在努力了，但是还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所以他会觉得我还是不够喜欢他。希望未来另一半能多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做得更好。我们能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目标，也能做彼此最坚强的后盾。1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因为刚刚看短片里说你们在一起5年，但是分开的理由是可能女生觉得没有达到她理想的预期，还是这些？你们是因为什么事情让她觉得就是你没有做到她想要的样子呢？我先解释一下，就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是我另外一段恋爱。第2段多长时间？第2段大概1年的时间。1年时间。他有没有说你具体没有达到他要求是哪个？就是我们饮水机啊开了之后要把它关回去，然后可能这个就没有关回去，他可能以前跟我说过。然后可能还有平时我们上班的时候，因为可能开会吧，就是没有及时的回复他的消息。有一次我加班到挺晚的，然后他也加班，是我可能加班稍微有点忙了吧，没有问他就是晚上有没有吃饭，这件事情可能没有照顾他的情绪吧，他就会觉得我可能不关心他或者不喜欢他了。这是对他的不满，倒不是说达不到什么要求。他这个是一种相处的质量的问题。比方说女生会这么想，就是我跟你说了把这个关上，那你1次2次不做，到第3次还不做，是不是你不重视我对你的这个要求？然后比方说2个人都一块儿约了加班，都很忙，然后如果说女方是对你有牵挂的，但是你忙到对她毫无，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是生活中非常小的事情，对，只是小的事情叠加起来以后呢，就会觉得似乎你关注自己或者是关注事业，好像是更重一些，可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了。17号。你好，男嘉宾，就是 VCR 里说这个前任这个女生她提了很多要求，那我理解是不是从就是一开始和她相处，你对她很热情很细心，到后来就变成了这种敷衍，导致她会有就是很多的不满，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我可能没有做到之后，我会记在自己的这个备忘录里面。比如说这一次加班之后没有及时的回复他消息，那我可能会去想，就是以后可能预估自己晚上会加班了，就提前跟他说啊。但是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新的不满出现，可能这个时候就要不断的去升级吧，算是。女嘉宾有没有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没有达到男朋友对你们的要求？有没有这样的？13号。我想分享一个，倒不是我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就是我跟我前任在一起快2年的时间嘛，然后他刚毕业那会儿，他是我学长，他刚毕业那会儿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然后我说，就是我可以理解你有一段时间低谷期嘛，我可以陪你一起，然后他说好，然后他说一会儿想去开奶茶店，一会儿想去做摄影，我都说那你就去行动，但是他到我们分手的时候，他都没有做到。就其实挺难过的吧。现在他去香港发展了，然后也挺好的，但是他回来找我的时候，我也拒绝了。就是在我那么期待跟你未来的时候，你没有做到，就是在我耗尽了我所有的耐心的时候，那你再回来，我可能也不会接受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其实有触动到我。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可能在陪对方一个低谷期的时候，能够走过那一段的最低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去一直走下去。1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无论说您是身高还是颜值，包括你的这个生活状态，我都是觉得非常优秀的。
难道你的身边没有追求你的女性吗？对呀。首先非常感谢，就是我觉得两个灵魂契合的人其实是很难遇到的。可能我喜欢这个人，但我并不是他的类型。他喜欢我，可能他不是我最想追求的那一位。两个人能够最后走到一起还是挺难的吧，我觉得。那你觉得感情当中是互补更重要，还是说你们两个兴趣相投更重要呢？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冲突，就是我觉得兴趣相投的时候，比如我们一起都喜欢健身，那可能互补的时候是我爱说话，你不爱说话，我可以拉动一下气氛。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冲突这件事情。其实刚才女嘉宾有问到安全感的问题，我可以提醒一下，她之前有提到过她的一个特质是靠谱的特质，她在身边的朋友当中都是那个兜底的选项，永远有 Plan B。这个特质直接指向是责任感。就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你们身边就是如果在你最着急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联系的那个朋友，你知道无论多难，他会把这个事儿搞定的那个朋友，是为什么会给你留下这个印象？就是他内心有一种强责任感，哪怕不是自己的事儿，他也视若己出。所以跟这样的男生谈恋爱，恰恰不会有太多安全感上的担忧，因为他的那种强责任感是个人生底色，在感情上也一样会让人觉得比较安心和靠谱，这是一致的。最后一个问题，23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如果异地的话，你会怎么样去维持感情？我不太清楚你指的异地是指一直长期的异地，还是？就是目前发展的话，你可能会异地，然后可能1个月你会就是怎么样去维持见几次那样子？哦，频率的话，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不是一个固定频率，就是我想见你的时候，我能去见你的时候，我就去见你。我觉得这个回答已经在异地恋的问题上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回答了。现在留灯的是3号、9号，有请3号、9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号。我们来看一下秦江丹的直推女生是是13号陈小旭。男生开朗阳光，有很强的正义感，目标清晰，生活整洁有序，感情中温暖随和，感性浪漫，是个会全身心投入而付出的大男孩。女生呢，聪慧睿智，活泼健谈，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探索欲，上进心强，在感情中看重感觉，追求灵魂伴侣，是相处起来非常舒适自然的一对。看一下女生的基本资料。文佳琪，我的性格，我喜欢的，我的小怪癖，你选一个。我选3吧。和男友独处的时候，会忍不住给对方掏耳朵，希望你不要介意。邓晨丹，这样的我的恋爱观，期待着你。这样的我吧。Hello， 我是邓晨丹，今年23岁。我的猎奇心很强，喜欢尝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喜欢社交，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了解不同的人心里的想法。喜欢制作一些美食，做美食的过程让我很治愈。家里有2只金渐层，如果你也喜欢小动物的话，我想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话题的。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我喜欢的，但是很多时候也会想要有一个男孩子来跟我一起分享喜怒哀乐，陪着我度过以后的种种。陈小旭，我擅长的，我的恋爱状态，生活中的我。生活中的我。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生活中的我吧。生活中的我呢，是一个比较百变的人。除了跟好朋友一起拍写真以外，我还喜欢穿汉服、穿旗袍这类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服饰。虽然谈恋爱粘人，但是生活中我是一个挺独立的女孩子。我喜欢自己去完成一个个小目标，通过独处来获取内心的平静。希望在茫茫人海中可以找到属于我的那个他。唐鹤云，性格特点、相处模式、向往的生活节奏。向往的生活节奏。不能接受长期安居于世的生活，更喜欢忙碌充实的生活节奏。空闲的时间也享受旅游、滑雪、潜水等活动。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可以分享一件你最近觉得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前几天有朋友来我家玩，把他的猫咪也带过来了。他放在那个背包袋子里，我就把它拉开了一点点，我想让它透透气，这样，结果它就溜出来了，又跑到床底下，然后我跟他一起把那个猫赶出来的那个过程，我感觉很有趣。因为我前段时间身体不好嘛，然后我去做针灸，针扎到你皮肤里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一些咽喉炎什么的，然后那一扎下去，你的症状就会好很多。这就是我最近经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没 get 到这个点是，就是真的很有效，真效的太棒了。就是我对这个事儿的有趣程度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我觉得最近比较有缘分的，就是我觉得我在台上遇到了一个跟我很有缘分的女嘉宾。我没人赢，就是我们都是山东人，而且我们2个长得都挺像的，是蛮有趣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刚在外面待了很久，然后回家，就家里面养了2条狗。有一天我在房间里面玩手机，然后我突然一抬头，我就看到那条狗趴在阳台上一动不动，那个状态让人看着就像是感觉它要不行了。然后我当时特别紧张，就冲到阳台上面，结果发现它只是在睡觉，然后把它晃起来的时候，它就是那种你在干什么的那种表情看着我，就是当时觉得很搞笑。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其实也特别喜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其实也特别喜欢，旅游。我滑雪也还行，我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去探索，去进步。我轻轻地尝一口这少年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我还有一个没说完，我可以补充一下吗？你说。就是我和我妈真的是看您节目长大的。你是看我节目长大的，对，你妈妈不是看我节目长大的。对，是啊，对，是的，是的。我也想说这一点，就是因为我妈妈以前也喜欢看，就说干脆以后你大学毕业了，你要是没有男朋友，你也去上节目吧。他们俩都是妈妈派来的。对，两妈妈肯定聊得来。哎，谢谢，拜拜。
你的爱太多想随身带走，想你这服装的颜色，哎呀，多搭呀！我温热着每个不的感受。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是肖毅，今年26岁，来自湖南长沙。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一个多巴胺女孩。什么叫多巴胺女孩？就是平时会穿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然后清新的配色的衣服，就是这样的配色会给人带来愉快的感觉，就是同时它也代表一种乐观活泼的性格。我看到过这种图片，就是色彩极其明亮、大色块、鲜艳的那种，像一堆糖果一样堆在一起。我认为的多巴胺色23、24加那边4号。嗯，对对对。喜欢穿这种色系衣服的女生有没有？14号。你好，男嘉宾，我有穿过一次多巴胺的那样系列的衣服，就是一个粉色的亮粉色那种吊带，然后搭了一个彩色的耳环。走在路上呢，有一点点扎眼，他们盯着我说，我就非常的不自然。男嘉宾，这是你喜欢的颜色吗？对，就是比这个可能要淡一点的。哦。第二个，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总是让我猜他心里想什么。像我们交往久了的话，就是你喜欢吃什么，这些其实都可以猜到的。但是比如说你在特定的场合想吃什么，这个可能就很难猜到。哎呀，这就是猜爱好者。来，15号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我觉得，如果我的另一半能够足够的关心我、了解我的话，他应该会知道吧？应该不是猜吧？你比如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下你。比如说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很想吃辣的，你就应该直接去安排好了，而不是说，哎呀，问这个你也不要吃，问那个也不要吃，总是让我猜来猜去，就是把错误又归在我的身上。可能就是辣的，其实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心里在想什么，想吃什么，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就行了。2号。假如说你有一句话说的我不开心了，我就说我不要跟你讲话了。那你能感受到我其实真的不想跟你讲话，还是其实我是想让你来哄我吗？这个其实如果相处久了，其实这个是可以察觉到的，就是你生气的时候。生气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是为什么生气？对，他接下来会说你到底因为什么生气？你告诉我嘛。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呢？你猜对吧？有些时候你可能猜的不对，但是我希望就是对方不要就是生气这种的。这个诉求已经够卑微的了。对。这男孩头上的汗叫汗如。对，汗如雨下。我们猜一下，你为什么冒汗呢？他应该会知道吧？应该不是猜吧？真的不想跟你讲话，还是其实我是想让你来哄我？你猜。其实有一个流程上解决方案，就4-2-1法则，就是2个人先简单沟通一下要吃的方向，然后男生找4个候选，女生从里面挑2个，你最后敲一个。来看片子。这是加仔，这是加仔，这也是加仔，
同样的加载时间，你会有3种不同的感受。如何让软件变得好看又好用，这就是我的职业。我是肖毅，是一名 UI 设计师。本科我学习的是视觉传达，毕业后拒绝了跟随父母经商的提议，只身来到深圳，想靠自己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城市中展开一段新的冒险。深圳生活节奏很快，吃饭很快，走路也很快，一天的时间似乎永远都不够用。虽然每天早出晚归，但我下班后还会自学建模、动效到深夜，平时还会用休息时间关注优秀作品和潮流趋势，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当我感觉疲惫的时候，会选择看书来汲取能量。我喜欢看文学小说，像余华的《活着》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书中描写的苦难都未曾让人失去希望，那我工作中的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的写读版的问题都蛮好的。即使压力再大，我也不希望家人担心。学会了报喜不报忧，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一瞬间长大了。通过3年的打拼，我应聘上了长沙的一家国企，靠努力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我的微信签名是心有猛虎，也要细嗅蔷薇。我希望自己在外内心强大，有猛虎的劲儿，但也可以细腻的去发现生活的美好。我喜欢长沙凌晨1点人山人海的解放路，除了喝奶茶、吃臭豆腐，还能嗦碗粉，自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之前居住在摩天丛林中，我仿佛被固定了不属于自己的形状，反而是喧闹市井里的烟火气让我感觉到安心。平常我也喜欢唱歌，如果未来的他问我想要唱什么给他听，我想把我唱给你听。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就是 UI 设计师，就是对我们平时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用的软件、网页，然后进行视觉上的设计，还有交互上的设计。有没有人想吐槽一下你们用的某些软件这个 UI 设计极其愚蠢，让你们非常火大的？有没有？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最近在公司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公司推出了一款 APP， 然后日常就会经常跟我们的 UI 设计去交流。结果我特别想吐槽，他前几天设计了一个按钮，设计在一个人的头上，然后那个字我也点也没有反应，然后那个下面的介绍点也没有反应，你要点到那个人的脸上才能点进去。他这个设计就不合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用户的一个点击范围。好，希望你能来我们公司。我告诉你，有些是因为设计的蠢，有些是坏。比如打一些比较低级的游戏，这个金豆子一说完了之后呢，它出现一个界面，我要把它擦掉的时候，擦不掉。他设计那个小叉叉，要有小指甲，怎么才能点到那个小细细的地方？我一点，一大堆噔噔噔噔噔弹出来，关都关不掉的那些东西，它就是让你点不掉，这是故意这么设计。对，是故意的。如果你希望用户去点击一个东西，你就会把那个按钮设的大一些。那么反之，你不希望用户去点的时候，就像刚刚孟老师说的那个情况，就会设的很小，然后很不明显。金洋洋。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 VCR 里面有看到说你闲暇之余喜欢看书嘛，然后我就想分享一本对我爱情观产生影响的一本书，叫《飘》。结局就是白瑞德走了，斯嘉丽还没有找到他。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没写完，它一定是上册，一定还有下册。因为在小的时候接触到的童话故事，可能王子与公主都会最后在一起，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我发现那就是结局。对我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人可能并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种方式去爱你，并不代表他就不是全心全意的爱你。所以我觉得沟通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像男嘉宾说到的猜，有时候可能会出现2个人互相喜欢，但最后错过结果。就是你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是非常对的。就是相处的时候沟通的话会最好，会避免很多麻烦。12号。男嘉宾你好，假如我到长沙以后，你有哪些夜生活可以给我推荐的？首先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橘子洲头，因为晚上的话，然后夜景挺好看的。可以去吃一下我们长沙那边的小吃。哇哦！
像臭豆腐，你一定要去尝一下。常德的牛肉粉也挺好吃的，那个口味都挺好的。长沙是一座多巴胺城市，真的，是的。还有哪些城市有丰富的夜生活？给我们分享一下。21号。广西的夜生活也很丰富。下午的话，7点多吃饭，吃完饭然后10点多去 KTV 唱歌，唱到1点2点这样，然后又去夜宵摊到4、5点钟，然后去吃个早餐，然后回家那种。还回家干嘛？不上班的吗？我要把他刚才描述的全来一套，我在家里边得缓3天才能缓过劲儿来。22号。说到夜生活呢，我觉得不得不提一下西安的不夜城。晚上的话，大家就会集中的去一些地方，换上那个唐装汉服。在这个城市，他穿唐装汉服是一点儿都不违和的。就是我们江苏台的另外一档节目拍摄就到了西安，晚上拍这个大唐不夜城，确实让我非常震惊。我看完之后就一定要带孩子去玩一趟。他们说你的个性签名叫什么来着？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为什么选这一句？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同时，也要细腻柔和的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事物，就是做到刚柔并济。你们用的是什么签名？可以分享一下吗？24号。哦，我的个性签名是晚上10点钟睡觉。那你是不是真的10点钟睡觉？差不多10点钟就是准备睡觉吧，然后一直准备到凌晨2点，都还没准备好，对吧？2号。因为大家一直叫我兔子，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暗恋一个男生，然后我加了他的微信之后，我把我的那个个性签名改成了你要来一点小兔子吗？然后我就期盼他会点进去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把它换成你真的不想来一点小兔子吗？他又没有主动联系我，然后最后换成了算了，你爱要不要吧。就是你猜。好，看下一条。我的第一段感情是在大学，那时的我第一次真正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她很外向活泼，经常约我出去玩，我们以好朋友的身份在一起相处。但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了她的电话，才知道原来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尽管心中不舍，我还是选择了退出。初恋爱而不得。第二段感情是在工作后，我遇到了喜欢我的女孩，可是我对女生并没有心动的感觉。她主动跟我表白，我也尝试去和她交往，但交往一阵子后，内心却无法爱上她。我选择主动结束了这段感情。如果不是第一眼就喜欢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开始一段恋情。第三段感情，我们彼此相爱，但他恋爱前后的反差让我震惊。恋爱前他温柔可爱，恋爱后他的脾气开始变得很差，总是会有莫名其妙的生气点，常常让我感到困惑和不安。有一次我和好友一起打球回来，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为什么去打篮球？我不是提前跟你讲了吗？我去打会儿篮球啊。就算你要去打，也得我有事情的时候再去打吧。理解不了。可是我跟你讲过了呀，我只是去打个球啊。再后来有一次，他对着我说：“我看着你就烦。”这句话对我伤害特别大。然后我们再一次争吵，于是就分手了。我不喜欢女朋友总是拿网上完美男友的段子带入到生活中，比如不管在忙什么，一定要秒回消息。爱情里没有对错，必须男生先道歉。我觉得这样公式化的恋爱不适用于每一对情侣，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对她好。看起来可爱温柔，但内心强大的女生更吸引我。我们能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希望我们在一起既能谈感情，也能讲道理，共同成长。19号。你好，男嘉宾，就是刚刚看 VCR， 你说你要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喜欢自己的女朋友。我的前男友，他就是每天让我9点钟回家，然后就是说为我好之类的。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你有自己的那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啊，就是不要太过分，我觉得都可以。哦，晚上10点钟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也不太能接受。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刚才看到你的 VCR 里说，这个前女友跟你在一起之前比较温柔，然后在一起之后经常跟您争吵，那您到现在有没有考虑过是自己的问题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就是刚才看到你的 VCR 里说，这个前女友跟你在一起之前比较温柔，然后在一起之后经常跟您争吵，那您到现在有没有考虑过是自己的问题呢？我有想过，但是其实分手的点其实还是在于我们之间感情的一个变化，就是特别大，他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也想过，可能就是他可能是单纯的已经不喜欢我了吧。这是他猜的结果。来18号。你说你们2个人确定关系之后，你发现还是就是没有办法爱上对方，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呢？就是这个有没有对女生来说也是有一点不尊重？我觉得就是在一起之后可能会慢慢的喜欢上他，因为当时可能在这方面思想不是很成熟，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喜欢，我不会在一起。这就是一段经历吧。最后一个问题，6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恋爱前后也是反差比较大的，可能恋爱前我不怎么讲话，但恋爱后我会对男生提出很多要求以及需求。那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很在乎你，所以才希望你就是要求你高呢？后续我慢慢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就问他，但是他也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但是还是我行我素的，所以最后才导致了分手。你还留灯吗？你们帮他分析一下，为什么那个女孩回来会这样？王澜。就我看大面积灭灯，就是因为女孩喜欢你，但是你没有那么喜欢女孩，但你接受了她，还试着交往，这时候女孩就会带入到自己，觉得这样的男生不可取，所以他们听到你说这一段的时候，是女孩子们特别抗拒这个点，所以是灭灯最多的。明白。我也能理解女生的这个想法。陈明。就他的2段故事很典型，第一段是你爱的人不爱你，第2段是爱你的人你不爱。但是无论如何，你直白的表露自己的感觉，对自己的感受诚实是一个基本的状态。这里面需要一点勇气，还需要一点点自信。有了这点自信之后，在面临之前女生说要猜的那个状态，你也会更游刃有余的应对。说什么是成熟的人？成熟人就是知道自己，也看到他人，更了解环境。没错，谢谢陈老师。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那段感情的话，就是我没有对他明确的喜欢，我就跟他在一起了。这一点的话，我自己也反思过。今后的话，我可能就是，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喜欢，我是不会考虑一段新的感情。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